好闺蜜为了赚钱给我点8个男模，主动答应了系统的攻略任务。她穿进宫斗小说前，信誓旦旦对我说：“小小皇帝，轻松拿捏。”本以为闺蜜可以凯旋归来，没想到书里的剧情越来越不对。作为贵妃的闺蜜，居然被一个小小贵人踩到头上，几次差点丢了性命。贵人为了消遣，甚至逼着怀胎8月的闺蜜在冰面上赤脚跳舞。我急得立即让系统也把我送进去，和闺蜜双排。系统问我，宿主是要穿越成新宠于嫔还是皇后？我大手一挥，选了最底下的那个选项。下一秒，耳边传来了太监的通报声：太后驾到！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冰面上的一行人纷纷起身朝我前跪拜大礼，除了一人，那便是皇帝的新宠，恃宠而骄，处处刁难闺蜜的兰贵人。兰贵人祭见哀家，为何不跪？我在众人的簇拥下，缓步走到兰贵人面前。兰贵人嗔笑一声，慢悠悠地吃完了最后一颗葡萄，才抬头回答我：皇上说了，可免去臣妾一切礼节。太后是一切礼节，即使是您也不例外。我并没有理会他，而是径直走向冰面中央。兰贵人声音拔高：太后，您这是救人！我的声音不大，却让周围所有宫人瞬间动了。没听见吗？把温贵妃扶下来！我身边的老太监厉声喝道。几个手脚麻利的嬷嬷和太监立刻冲上冰面。冰面中央，闺蜜温贵妃只着一层单薄舞衣，赤足站在剔透的冰上，嘴唇冻得青紫，浑身都在细微的打颤。她的小腹高高隆起，看着惊心。2个嬷嬷刚碰到她手臂，她腿一软，几乎栽倒。小心！我喝令，暖轿大茶。太后娘娘！兰贵人扭着腰走过来，语气不满：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冰洗节的冰嬉表演可是皇上亲准的，温贵妃自愿献艺，您这样打断，怕是不吉。自愿！我截断她的话，转头目光定在她脸上。兰贵人，你告诉哀家，一个怀胎8月、身子笨重的妇人，如何自愿赤足立于寒冰之上，为你献艺？兰贵人一噎，随即挑眉：贵妃姐姐心诚，哀家看你是心毒。我的声音冷了下去。兰贵人脸色变了：太后，您怎能如此污蔑臣妾？皇上驾到！皇帝萧敬快步走近，目光先落在兰贵人身上，见她无恙，才转向我，眉头微蹙：母后，何事在此喧哗？兰贵人立刻扑了过去，眼泪说来就来：皇上，臣妾只是暗例观看冰嬉，太后娘娘一来就命人搅了表演，还斥责臣妾心毒。萧敬安抚地拍了拍她的手，看向我时眼底带着不耐：母后，冰洗节是祖制，兰儿协理6宫，安排表演亦是尽心。温贵妃既已上场，母后何必中途打断，惹人非议？我看着他，这就是书里那个把我闺蜜虐得死去活来的狗皇帝。皇帝，我缓缓开口：温贵妃怀有龙嗣，已近临盆，让她赤足踩冰，你是想看她一尸两命？萧敬皱眉：太医说了，适当活动并无不可。兰儿也是好意，想让温贵妃为母后祈福。好意？我笑了。皇帝指了指暖轿里那个裹着厚裘依旧瑟瑟发抖的身影：你自己看看，那是适当活动。萧敬瞥了一眼，语气淡了些：是他自己身子弱，兰儿怀着身子时也曾为朕起舞，并无大碍。兰贵人依偎在他怀里，唇角勾起一丝得意的弧度。我点点头：是吗？既然如此，哀家倒有个提议。我看着兰贵人，兰贵人如此体健，又深谙冰嬉之趣，不如就现在由你替温贵妃将这冰嬉之舞跳完，也让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并无大碍。兰贵人笑容僵住，萧敬脸色一沉：母后，兰儿如今也怀有身孕，岂能胡闹？原来皇帝也知道怀有身孕不能采冰啊。我语气平静：那温贵妃的孕就不是孕了。萧敬被噎住，脸色青红交错。兰贵人忙扯他袖子，泪眼盈盈：皇上，臣妾害怕太后娘娘是不是不喜臣妾？萧敬深吸一口气，压着火：母后，此事就此作罢。温贵妃送回宫，好生将养。兰儿，朕陪你回宫。他揽着兰贵人转身欲走。皇帝！我叫住他。他回头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：今日温贵妃若因此事落下任何病根，哀家绝不罢休。我带着温贵妃回了宫，急忙请了太医。太医诊了脉，开了方子，只说温贵妃需静养，万不可再受寒受惊。我将景仁宫的长侍太监和嬷嬷叫到跟前，从今日起，温贵妃的饮食、用药、一应起居都由哀家宫里的人亲自经手。若再出半点岔子，我看着他们，你们知道后果。一屋子人跪地磕头，连声称是。我回到慈宁宫，刚坐下，老太监便低声来报：太后，兰贵人往景仁宫去了。我端起茶盏，吹了吹浮沫，带了多少人？8个宫女，4个太监，还抬着2筐东西，说是上好的银丝炭，给温贵妃娘娘暖宫驱寒。我放下茶盏，走。景仁宫偏殿，炭火已经燃起来了，浓烟滚滚，气味刺鼻，根本不是宫里用的银丝炭，倒像是外头贱卖的劣质柴炭。温玉被呛得连连咳嗽，捂着肚子，脸色发白。兰贵人坐在一旁，用帕子掩着口鼻，娇声道：姐姐莫怪，如今各宫用度都紧，
这炭虽差些，却是妹妹一番心意。皇上说了，要节俭为上，姐姐素来大度，定能体谅。兰贵人，我从门口走进来，店内工人慌忙跪了一地。兰贵人起身，敷衍地扶了扶，太后娘娘也来了，真是巧。臣妾正给贵妃姐姐送炭呢，这宫里寒气重，可别落了病根。我看了眼那冒烟的炭盆，撤了。太后，兰贵人挑眉，这炭虽不好，也是臣妾辛苦寻来。哀家说撤了。我重复，两个太监立刻上前，端起炭盆就往外走。兰贵人脸色沉下来，太后娘娘，您这是何意？臣妾协理六宫，分配用度乃是分内之事，您这般插手，让六宫众人如何看待？皇上若是知晓，我打断他，也该先问问是谁把这等污浊之物送进怀有龙嗣的妃嫔宫中。兰贵人声音尖利起来，这是炭，太后娘娘莫非连炭都认不得了？哀家认得这是炭。我走到她面前，哀家不认得的是，兰贵人你的心是不是也像这炭一样黑透了，冒着毒烟？兰贵人瞳孔一缩，气得指尖发抖。你血口喷人，臣妾一片好心。你的好心？我看了眼仍在低咳的温瑜，就是让他吸着毒烟养你的胎。兰贵人仍在狡辩，我没有，有没有？你心里清楚。我不再看他，转向温瑜身边发抖的宫女，开窗通风，把哀宫里的银丝炭取来。是。兰贵人狠狠攥紧了帕子，盯着我，忽然笑了。太后娘娘，您今日如此折辱臣妾，无非是觉得臣妾苛待了温贵妃。她走近2步，压低声音，只有我能听清。可您别忘了，这后宫如今是皇上说了算，皇上疼谁，谁才有好日子过。您护得了他一时，护得了他一世吗？我看着他眼中毫不掩饰的恶毒和得意，护不护得了，你可以试试。殿外传来脚步声，皇上驾到。萧敬大步走进来，看到满店狼藉和眼眶通红的兰贵人，脸色立刻沉下。怎么回事？兰贵人瞬间泪如雨下，扑进他怀里。皇上，臣妾只是想给贵妃姐姐送些炭火取暖，太后娘娘不由分说便命人撤了，还辱骂臣妾心黑，臣妾不活了。萧敬搂住她，目光扫过空了的炭盆，落在我身上。母后，您又为男儿做什么？我指了指窗外还没散尽的烟，为难。皇帝不如自己闻闻，这是什么炭？温贵妃若吸了这烟，伤了龙嗣，谁来担责？萧敬皱了皱眉，看了眼炭盆方向，语气缓了些。兰儿年轻，或许不懂这些，也是一片好心。母后教诲便是，何必动怒？我笑了，年轻不懂事，他不懂，皇帝你也不懂，还是说你眼里只有兰贵人的好心，看不见温贵妃的死活？萧敬额角青筋一跳，母后，您说话非要如此难听。温贵妃不是好端端坐着？我指向温瑜，好端端。她靠在榻上，脸色苍白，额上全是虚汗。手指紧紧抓着垫子，指尖泛白。萧敬看了一眼，沉默片刻，他深呼吸一口气，缓缓道：“罢了，炭不好，换掉便是。兰儿，往后这些事让内务府去办，你少操心。”兰贵人乖巧点头，眼底却掠过一丝不甘。她柔声道：“皇上，臣妾只是心疼贵妃姐姐，想亲自照顾。今日是臣妾思虑不周，惹太后生气了。臣妾愿在此为贵妃姐姐侍疾3日，以表歉意。”侍疾？他又想做什么？萧敬拒绝了，拍了拍他的手：“你有身子，不宜劳累，回宫歇着吧。”他揽着兰贵人转身离开，走到门口，兰贵人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没有半分委屈，全是冰冷的嘲讽，仿佛在说：“看，皇上永远站在我这边。”殿内安静下来，只剩下我和温瑜以及几个垂手施力的工人。温瑜终于松开紧抓垫子的手，长长吐出一口气，整个人虚脱般软下去。我走过去，坐在他榻边：“没事了。”他抬头看我，眼眶通红，声音嘶哑：“谢谢太后娘娘。”那眼神里有感激，有依赖，还有深深的疲惫和恐惧。看到平日里自信活泼，见不得我受一点委屈的闺蜜，在宫里被折磨成这样，我心里的恨意又多了几分。我握住她冰凉的手：“好好休息。”我起身离开偏殿，老太监跟在我身后，低声道：“太后，兰贵人此番未能得逞，怕是她不会罢休。”我打断他：“去查那劣炭是从哪儿来的，经手的人一个都别漏。”是。我走到景仁宫门口，停下脚步。夕阳西下，将宫墙染成一片血色。兰贵人的教辇早已远去，皇帝的仪仗也消失在宫道尽头。我站在空旷的广场上，风吹起100次、2次。狗皇帝，你的偏心我记下了；兰贵人，你的恶毒我也记下了。这才只是开始，我们慢慢来。自那日起，景仁宫里外加了3层岗，所有进出的东西都必须经我宫里嬷嬷的手。温瑜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脸色却依旧苍白。太医私下回禀，贵妃娘娘寒气入体，伤了根本，早产恐怕。不管用什么药，我看着太医，必须让她足月生产。是。可人算不如天算。入夜，宫女跌跌撞撞冲进慈宁宫。太后，贵妃娘娘见红了，稳婆说怕是要生了。
我猛地起身，太医呢？太医全被兰贵人叫走了。什么？半个时辰前，兰贵人宫里来人说贵人梦魇惊厥，心口疼得厉害，皇上急召所有太医去诊治。我抓起披风就往外走，去长春宫。长春宫，兰贵人的寝殿，灯火通明，殿外跪了一地太医，足足17、18个。殿内传来兰贵人娇弱的啜泣声，还有皇帝温柔的安抚。皇上臣妾好怕心口疼，我直接闯了进去。母后，萧敬皱眉，您怎么来了？兰贵人靠在他怀里，脸色红润，哪有半点病容。皇帝，我盯着他。温贵妃临盆在即，此刻见红早产，需要太医。萧敬一愣，随即道：兰儿梦魇惊厥，心口疼得厉害，朕已召了太医来。温贵妃那边让他再坚持一下。坚持？我声音陡厉，你把温贵妃和隆义的性命当儿戏了。兰贵人怯怯开口：太后娘娘，臣妾真的不舒服，您不能因为偏心温贵妃就不管臣妾的死活啊！你闭嘴！我看都懒得看他，只盯着萧敬。马上让太医去景仁宫。萧敬脸色沉下来，母后，兰儿也是您的儿媳，她若出事，您就不心疼？那就让太医分成2拨，我稍作妥协。不行！兰贵人突然哭起来，皇上，臣妾离不得太医，臣妾心口疼得厉害，若是太医走了，臣妾怕是要死在这里了。萧敬立刻搂紧他，好，太医不走，一个都不走。他转向我，眼底已有怒意。母后，您回吧，温贵妃那边朕会安排。殿外突然传来急促脚步声，一个浑身是血的嬷嬷冲进来，扑通跪倒。皇上，太后，贵妃娘娘大出血了。稳婆说再不救，就熬不过1刻钟了。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炸了。萧敬脸色变了变，却仍站在原地没说话。兰贵人轻轻扯了扯他袖子。皇上，萧敬深吸一口气，摆手，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我看着萧敬，看着他怀里那个装模作样的女人，看着跪了一地的太医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我闭了闭眼，在睁开时，从怀中掏出了太后封印，哀家以太后之名，命太医院所有太医即刻前往景仁宫救治温贵妃，违令者以谋害皇嗣论处，斩。满殿死寂，太医们面面相觑，几个胆小的已经发抖。萧敬盯着我手里的封印，脸色铁青，然后他也从腰间解下了皇帝龙玺。朕看今日谁敢动？太后，您别忘了，朕才是皇帝，这后宫，这天下是朕说了算。他举起龙玺，一字一句，烛火下映着他那张自负冷漠的脸。殿内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兰贵人靠在一旁，唇角勾起一丝胜利的弧度。我看着萧敬，看了很久，然后我也往前一步，从怀里掏出了另一卷明黄色的绢帛。萧敬的目光落在那绢帛上，起初是疑惑，然后是不耐烦，直到他看清了上面的字迹，他的瞳孔骤然缩紧，他腿一软，扑通一声，直接瘫倒在地。龙玺从他手中滑落，哐当一声砸在地上，然后他猛地转向那群太医，几乎是嘶吼出来：去！所有人都去景仁宫救温贵妃，要是她出了事，整个太医院全部陪葬。太医们连滚带爬冲出长春宫，一路狂奔。产房内血腥味浓的呛人，温瑜躺在榻上，身下被褥浸透暗红，脸色灰白，胸口起伏微弱的几乎看不见。2个稳婆满手是血，急得满头大汗。娘娘，您使劲啊，再不用力，孩子就……我只说一个字。太医们扑上去，诊脉、施针、灌药，动作飞快，参片快，止血散，加量。娘娘，您听见了吗？用力啊！温瑜的手指动了动，却再没别的反应，气息越来越弱。一个年迈的太医退下来，对我摇摇头，压低声音：太后，贵妃娘娘失血过多，心脉已衰，怕是撑不住了，撑不住也要撑。我推开她，冲到榻边，抓住温瑜冰凉的手，她的手毫无生气。我俯身凑到她耳边，用只有我们2人能听见的声音，极快地说：温瑜，你给我听着，说好的赚1个亿，回去点8个男模呢？奶茶店出新品了，芋泥波波加双份波波，你最喜欢的，你就这么死了？对得起我排过的队，对得起没喝完的奶茶吗？温瑜的眼睫剧烈地颤了一下。我继续：还有你衣柜里那堆没拆标签的衣服，游戏里没抽到的卡，追了一半的综艺大结局，你舍得？温瑜，你敢死试试？你敢死，我就敢把你的手办全送人，把你藏的零食全吃完，把你男神海报贴满厕所。温瑜的手指猛地蜷缩起来，抓住了我的手指，很用力。他眼皮挣扎着，掀开一条缝，眼底涣散的光一点点聚拢。他看着我，看着我的眼睛，然后他嘴唇动了动：是你，龟，我就知道。他笑了，嘴角吃力地扯开一点弧度，眼泪却从眼角滑下来。下一秒，他深吸一口气，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嘶哑地喊出来，整个身体绷紧，颈侧青筋暴起。出来了，头出来了！稳婆尖叫：娘娘用力，再使劲，快了，快了！温瑜死死攥着我的手，指甲几乎掐进我肉里，拼尽了全力。
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划破了整个景仁宫。生了，生了！侍卫小皇子温瑜脱力地瘫软下去，泪水不停往外涌。我反手握紧他，用袖子胡乱给他擦了把脸。哭什么？丑死了！他咧着嘴，又哭又笑，声音微弱。你怎么才来？确认他母子二人安然无恙后，我转身走出产房。外殿，萧敬和兰贵人已经到了。兰贵人靠在萧敬身侧，脸色不太好看。如何？萧敬问，语气有些复杂。母子平安。我道。侍卫皇子。萧敬怔了怔，脸上掠过一丝如释重负，随即又蹙起眉。温贵妃她死不了。我打断他。兰贵人指甲掐进了掌心，脸上却挤出一个笑。真是恭喜皇上，恭喜太后了。贵妃姐姐福大命大。她顿了顿，声音压得极低，却被我听见。怎的就让这贱人生下个皇子？我得想办法弄死。后面几个字淹没在唇齿间。我走到兰贵人面前，她立刻换上无辜的表情。太后。我看着她，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我微微轻声，用同样只有她能听见的音量，一字一句地说：兰贵人，你刚才说有人要死了，是吗？她瞳孔一缩，我直起身，声音恢复平常，却让整个外殿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你说的对，是有人要死了。我看着他瞬间惨白的脸，缓缓勾起嘴角。但这个人好像是你啊！3日后正午，慈宁宫正殿，殿内跪满了人，景仁宫当值的嬷嬷、太监、内务府分管炭火的管事，还有那天在冰面上伺候的工人，乌泱泱一片，头磕在地上，不敢抬起。兰贵人被2个嬷嬷请来，站在殿中，脸色发青。太后娘娘。她强撑着仪态，您这是何意？臣妾还怀着龙嗣，正因为怀着龙嗣，我打断她，才更该跪着听。听什么？听听你都做了些什么？你都做了些什么？我拿起手边第1本册子。腊月初7，冰熹日，你明知温贵妃怀胎8月，以祈福为名，强令其赤足上冰，致使贵妃寒气入体，险些滑胎。是也不是？兰贵人咬唇，那是祖制。本宫问你是也不是？是。好，我放下册子，拿起第2本。腊月12，你以协理6宫之名，将外购劣质柴炭充作银丝炭，送入景仁宫，炭烟刺鼻污浊，贵妃吸入后咳喘不止。是也不是？兰贵人急了，那是内务府办事不力，与臣妾何干？内务府管事已招供。我翻开册子，念道：兰贵人身旁宫女春信亲自交代，要最便宜、烟最大的炭，白纸黑字画押在此。兰贵人脸色白了白。腊月15，长春宫夜宴，你故意将温贵妃席位设在风口，又以敬酒为名，3次泼洒酒水在她衣裙上。当晚贵妃高烧。是也不是？那是意外。意外。我看向跪着的一个小宫女，你说。小宫女浑身发抖，伏地道：是兰贵人让奴婢故意打翻酒壶。贱婢，你敢污蔑我！兰贵人尖声想冲过去，被嬷嬷死死按住。我拿起最后1本册子。3日前，温贵妃临盆，你佯装梦魇心急，将太医院17名太医尽数召至长春宫，拖延救治，致使贵妃血崩濒死，皇子险未能诞。我合上册子，看着他。兰贵人，这4条，一条是愚弄祖制，一条是苛待妃嫔，一条是蓄意伤害，最后1条是谋害皇嗣，动摇国本。你认还是不认？兰贵人浑身都在抖，不知是气的还是怕的。她猛地转头看向坐在一旁，从始至终一言不发的萧敬。皇上，她哭喊：皇上您说句话啊！臣妾没有，臣妾是冤枉的。太后她是要逼死臣妾啊！萧敬放在膝上的手紧了紧，嘴唇微动。我看向他，他抬眼对上我的视线，只一瞬，他喉结滚动了下，刚刚挺起一点的背又慢慢塌了回去。兰贵人不敢相信地瞪大眼睛：皇上，您为什么不帮臣妾？那个卷轴里到底是什么？您为什么看了之后就被这个老妖婆拿捏了？我身边的老太监厉喝：放肆！萧敬猛地睁开眼，脸上肌肉抽搐，似乎想斥责兰贵人的口不择言，又想为他求情，最终他只是低喝一声：兰儿，住口！我不！兰贵人彻底崩溃，指着我的鼻子：你就是个老不死的，你凭什么？皇上才是天下之主，你凭什么让他怕你？你用了什么妖法？我平静地等他骂完，然后我说跪。兰贵人僵住，本宫说跪。2个嬷嬷压着他的肩膀，用力往下一按，扑通一声，兰贵人膝盖狠狠砸在冰冷的地砖上，他惨叫一声，还想挣扎，磕头。我继续说，为你做过的每一件事，像温贵妃，像皇嗣，像这宫里的规矩，磕到你记住为止。嬷嬷按着他的后颈，将他的额头压向地面，咚一声闷响，兰贵人痛哭，咚第2声，额头上立刻见了红，咚第3声，血顺着他的眉骨流下来，糊住了眼睛。他起初还在哭骂，到后来只剩下痛苦的呜咽和机械的磕碰声。尊严、脸面、宠妃的傲气，在这下下撞击中碎得干干净净。萧敬看着，手指掐进掌心，骨节泛白，他猛地站起来：母后，够了。
然而他毕竟皇帝，我打断他，他看向我，你也跪。萧敬愣住，仿佛没听懂。殿内所有工人瞬间将头埋得更低，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。母后，萧敬脸色变幻，您说什么？我重复，本宫说你也跪。萧敬胸膛起伏，声音带了怒意，朕是皇帝，是天子，岂有天子跪他人之理？我重新看向萧敬，一字一句清晰无比。萧敬，你听清楚，在本宫眼里，你从来不是什么天子，你只是本宫那个不孝、无能、宠妾灭妻、昏聩糊涂的儿子。萧敬瞳孔骤缩，脸上血色褪尽。现在你跪还是不跪？殿内死寂，只有兰贵人细微的带着血的抽泣声。萧敬站着，身体僵硬的像一块石头。许久，他膝盖一弯，缓缓的、极其缓慢的跪了下去，跪足3个时辰。我起身走下主位，经过他身边时，脚步未停，少一刻便加罚1日。我走向殿外，温瑜已抱着孩子在那里等我。他看着殿内的情形，眼眶微红，紧紧抱住了怀中的襁褓。我接过他怀里的孩子，揽住他的肩。走，是夜，慈宁宫侧殿，烛火已熄，温瑜和孩子在里间安睡。我躺在榻上，睁着眼看着帐顶，窗外有极细碎的声响，窸窸窣窣，像老鼠，又像夜行的猫。声音一到窗下，停住，一根纤细的竹管悄无声息地捅破了窗纸，探入室内。竹管口一缕几乎看不见的白烟缓缓飘散出来。我轻轻吸了吸鼻子，很快头脑开始发晕，眼皮沉重。我知道是时候了，好戏要开场了。坐殿门被猛地踹开，4个黑影如箭般窜入，直扑窗下，将下毒之人生擒。我坐起身，烛光照亮下毒那人的脸，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太监，20出头，此刻正惊恐地瞪大眼睛，浑身发抖。我走到他面前，谁派你来的？小太监疯狂摇头，嘴里发出呜呜声。我伸手拔出他嘴里的布团。太后饶命，太后饶命啊！他立刻磕头如捣蒜。奴才是被逼的，奴才不敢害太后。谁逼你？小太监涕泪横流。是兰贵人。兰贵人说只要奴才把迷烟吹进来，让太后昏睡一夜，就给奴才100两银子，放奴才出宫。迷烟？我看了眼地上的主管，只是迷烟，真的只是迷烟。小太监拼命磕头。兰贵人说太后今日当众折辱他只要吓唬太后，让太后也尝尝担惊受怕的滋味，绝不敢伤太后性命啊！我站起身，带走，看管起来。是。2名暗卫将小太监拖了出去。被叫，我说长春宫寝殿。兰贵人躺在榻上，睡得很沉，直到我走到她榻边，她才迷迷糊糊睁开眼。太后，她声音嘶哑，带着没睡醒的茫然。您怎么来了？这都什么时辰了？我看着她惺忪的睡眼，还有脸上真实的困惑。半个时辰前，我开口，有人往哀家寝殿吹迷烟，被当场抓住。兰贵人的表情从茫然到怔愣，再到一片空白。她招供，我继续说，是你指使的。兰贵人张了张嘴，然后她笑了，不是平时那种娇媚或得意的笑，而是一种几乎癫狂的带着眼泪的笑。是我。她突然拔高声音，就是我指使的。怎么样？我恨你，我恨不得你死。你当众折辱我，逼我下跪磕头，让我颜面扫地，你还逼皇上跪，你算什么太后？你算什么母亲？她声音尖锐，带着破音，你威胁自己的亲儿子，拿捏他的把柄，你不是人，你是妖妇，是祸害。这后宫有你在一天，我就没好日子过，皇上也没好日子过。我就是想吓唬你，我就是想让你也尝尝害怕的滋味。怎么样？你杀我啊！他胸口剧烈起伏，死死瞪着我，眼中全是豁出去的疯狂和恨意。我静静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然后我点点头，好。我转身朝外走去。兰贵人李氏心肠歹毒，屡次谋害妃嫔皇嗣，今又胆大包天，行刺太后。我的声音平静，没有一丝波澜。刺白绫。身后兰贵人的狂笑戛然而止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寂。我走出长春宫，老太监跟在我身侧，低声问太后，那送迷烟的小太监招得未免太痛快了些。兰贵人方才那反应也不似全然知情，此事恐怕哀家知道。我看着远处沉沉宫墙，哀家当然知道，兰贵人是张狂，是恶毒，但她没这个脑子，也没这个胆量，更不会在事情败露后不狡辩不求饶，而是痛快地揽下所有罪责，一心求死。她在保护谁？谁值得她用自己的命去保？答案几乎呼之欲出。太后，老太监问，那真正的幕后之人？不急。我抬头看了看天色，东方已隐隐泛白，哀家已经给他铺好路了，他很快就会自己跳出来了。次日早朝，殿内静得吓人，百官垂手肃立，无人出声，连呼吸都压得极低，但他们的眼睛却在低垂的眼皮下飞快地交换着眼神。龙椅上，萧敬的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，重轻
今日可有事要奏？一片死寂。平日里争先恐后出列的大臣们，此刻像鹌鹑一样缩着脖子。萧敬额角轻轻跳了跳，好，很好。他冷笑，既然无事，那就说说朕的事。他猛地将一沓奏章扫落在地。京城大街小巷，一夜之间流传朕10大罪状：重色轻政、宠妾灭妻、苛待功臣，甚至毒害母后。他声音拔高，咆哮道：“谁干的？给朕站出来！”殿内更静了，无人应答。不说是吧？萧敬眼中闪过狠厉，传朕旨意，京兆尹5城兵马司统领、巡城御史即刻所拿下狱，彻查谣言源头，凡有传播者，同罪论处，主犯者诛9族。终于有老臣出列，颤声道：“皇上，此举恐伤及无辜，动摇民心啊！动摇民心！”萧敬盯着他，张阁老，你倒是告诉朕，这谣言从何而起？为何一夜之间传遍京城？若无人在背后推波助澜，岂能如此？还有你们！萧敬手指扫过群臣，一个个装聋作哑，心里是不是都盼着朕倒台？是不是都以为朕倒了，你们就有机会了？他话音未落，太后驾到，殿门轰然洞开，我一身朝服，太后冠冕，手持那卷明黄绢帛，一步步走进大殿。百官齐齐转身躬身参见太后。萧敬坐在龙椅上，身体骤然绷紧。母后，您怎么来了？后宫不得干政，此乃祖。我打断他，走到御阶之下，抬眼看他。皇帝，你现在跟哀家讲祖制。我举起手中卷轴，那哀家今日就跟你讲讲真正的祖制。先帝遗诏在此。殿内瞬间炸开，所有大臣猛地抬头，眼睛死死盯住我手中的卷轴。萧敬脸色惨白，嘴唇哆嗦，不可能，先帝遗诏早已公示天下，你那是假的，是伪造的。真假？我缓缓展开卷轴，一看便知，明黄的卷帛上字迹遒劲，印玺鲜红。我朗声念出：朕承天命谕及40载，今大限将至，特颁一命，皇6子萧敬性情浮躁，刚愎自用，难堪大任；皇3子萧睿仁孝聪慧，德才兼备，身效正宫。这传位于皇3子萧睿，皇6子萧敬封闲散亲王，即刻就藩，吴兆永不得回京。钦此。最后一个字落下，整个太极殿陷入了死寂。萧敬瘫在龙椅上，浑身发抖，眼睛瞪得几乎要裂开。不是的，他喃喃：“三哥是自己病死的，与我无关，与我无关。”我看着他，与你无关。需要哀家传召当年为3皇子诊治的太医家眷，还有你府上那个意外失足落井的幕僚遗孤来跟你对质吗？萧敬猛地一震，如遭雷击，他指着我，手指颤抖：“你早就知道，你一直都知道，你留着这遗诏就是为了今天，你早就想废了朕，废你！”我将遗诏交给身旁的老太监，让他捧给众臣传阅。萧敬，不是你废不废的问题。我走上御阶，站在他面前，居高临下：“是你根本不该坐在这个位置上，你弑兄篡位，毒害忠良，宠信奸佞，苛待后宫，桩桩件件，证据确凿。今日哀家以先帝遗诏为凭，以太后之尊为证。”我转过身，面对满朝文武，声音响彻大殿：“废萧敬皇帝之位，褫夺封号，贬为庶人。即日起，囚于冷宫偏殿，非死不得出。”禁军！我喝道。殿外涌入全副武装的侍卫，将此数人拖下去。不，朕是皇帝，朕是真龙天子，你们谁敢碰朕？萧敬疯狂挣扎嘶吼，被侍卫架住双臂，硬生生从龙椅上拖了下来，龙冠滚落，龙袍撕裂。昨晚朕就应该让人乱刀把你砍死在殿内，这一次是朕失算了，你等着。他像一条丧家之犬，被拖出了太极殿，凄厉的叫骂声越来越远，最终消失。殿内重新安静下来，死一样的安静。所有大臣看着空荡荡的龙椅，又看看我，眼神复杂，震惊、恐惧，还有蠢蠢欲动。一个武将率先出列，声音洪亮：“太后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如今逆帝已废，当立即拥立新君，以安天下。”正是。文臣队列中立刻有人附和：“按祖制，当从宗室进之中遴选贤德。”遴选？另一个声音冷笑：“李大人，您心中已有贤德人选了吧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谁不知道你和肃郡王府走得近？你血口喷人！”争吵声瞬间爆发，方才还噤若寒蝉的朝臣们，此刻如同饿狼看见肥肉，一个个眼睛发红，争相咆哮：“按长幼，当立肃郡王！肃郡王平庸无能，当立才德兼备的宁王！宁王年纪尚幼，那也轮不到你赵家推举的人。”殿内乱成一团，我静静看着他们撕下最后的伪装，将野心和贪婪赤裸裸地摊开，直到争吵声达到顶点，我往前走了一步，只一步，所有声音戛然而止，无数道目光再次聚焦到我身上。我走到龙椅前，却没有坐下，我只是转过身，面向所有人，缓缓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却压过了方才所有的喧嚣：“诸位，你们是不是忘了？”我抬手指向殿外，温贵妃昨日诞下的皇子，论法统，他是先帝嫡孙；论血脉，
他身负2代帝王之血，正统无可争议。我收回手，看着他们目瞪口呆的表情，一字一句清晰无比。谁说国一日无君？谁说朝堂无主？新帝此刻就在景仁宫中。3日后登基大典，我抱着那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，一步一步走上御阶。下方百官贵服，无人敢言。我将婴儿轻轻放在宽大的龙椅上，他睡得正熟，小嘴微微嘟着。从今日起，我转身，声音响彻大殿，他就是你们的新君，年号定为昭安，哀家与温太妃垂帘听政，直至新帝成年。有异议者？我目光扫过下方每一张脸，现在说，一片死寂，只有沉重的呼吸声。很好，我对着底下的文武百官一字一句，过去种种，哀家可以不再追究，但从今日起，谁的手再敢伸向不该伸的地方，谁的嘴再敢说不该说的话，格杀勿论。退朝。1年后，昭安帝周岁宴，礼乐声中，我抱着穿戴一新的小皇帝，接受百官朝贺。温瑜站在我身旁，眼底满是笑意。孩子在我怀里不安分地扭动，伸手去抓我冠冕上的珠子。下一秒，系统传来播报声：目标皇帝攻略程度100%，任务奖励1亿元已到账，返回通道已开启，随时可脱离。温瑜身体猛地一震，瞪大眼睛看我，我冲他眨眨眼。宴席结束，回到内殿。刚才温瑜声音发紧，是系统。攻略皇帝。他看向摇篮里熟睡的孩子，又看向我。我们攻略的是他，不然呢？我笑了。你真以为我要去攻略萧敬那种野生皇帝？温瑜愣住了。从头到尾，我走到摇篮边，轻轻碰了碰孩子柔软的脸颊。我们的目标就是扶一个完全听我们话的皇帝上位，亲生养的，从小教大的，不比那些野生的好搞。温瑜张了张嘴，忽然笑了，笑的眼泪都出来。所以我们这1年养孩子、肃清朝堂，全都是在完成任务。我接话。现在任务完成了，是否现在返回？系统提示。温瑜擦掉眼泪，看向我，走吗？走。我最后看了一眼沉睡的孩子，又看向殿外，沈清无正带着我们培养的那批心腹，安静地守在廊下。朝局已稳，后宫已清，忠臣在侧，这孩子会平安长大，成为一代明君，他会很好。我说。温瑜点头，握住我的手，确认返回。眼前一花，现代公寓，窗外车流声传来。电脑屏幕还亮着，奶茶杯里的冰块还没化完。我和温瑜瘫在沙发上，看着手机银行里刚刚到账的一长串数字，一阵沉默，然后温瑜跳起来，抓起手机，点男模8个，现在就要。我笑着拨通电话，喂，旅行社吗？2张头等舱，环游世界，最贵的套餐。挂掉电话，温瑜已经刷起了购物网站，这个包，这个表，这栋海景别墅，买，全买。我们倒在沙发里，看着天花板，笑到肚子疼。1年深宫，步步惊心，换如今，余生逍遥。对了，温瑜忽然转头，那8个男模分你4个。我举起奶茶杯，成交。窗外阳光正好，